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孤独等级表。我总是一个人。那么主播我在这个国际孤独等级表里面排行老几呢？你天天叫嚣着孤独，你又在这个等级表里面排行老几呢？为了不要显得那么孤独，放了一个小宝在这里陪着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等级1，一个人逛超市。一个人逛超市不是很正常吗？我想说，这个世界上有成年人没有一个人逛过超市的吗？我觉得没有一个人逛过超市的才不正常吧？还是说这个表是从负数开始写的？我们小时候零花钱被掌控的时候，最大的梦想难道不就是长大以后有钱了，自己逛超市买自己想吃的零食吗？如果说你年满18岁，你还没有自己逛过超市，我只能说朋友，你该自己逛超市了，是时候长大了，好吗？等级2，一个人吃素食。不，这个表谁胡编乱造的呀？一个人吃碗泡面都能评上2级了。我想说，即使是一辈子都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人，也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深夜吃过泡面吧。等级3，一个人去咖啡厅，这个可以排上等级。我觉得一个人去咖啡厅，我觉得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孤独。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要看去咖啡厅的目的。如果你去咖啡厅的目的是为了 social， 是为了找人聊天的话，一个人去确实有点孤独。但是大部分时候我去咖啡厅都是为了学习或者工作的，所以呢，我去咖啡厅从来都不孤独，因为我有很多事儿要干。你们没有试过那种感觉吗？跟一个你其实没有那么多话要说的人一起去咖啡厅，你们聊着聊着话题就没有了，最后空气就凝固了，大家只能各喝各的咖啡。我觉得跟一个没有那么聊得来的人去咖啡厅这件事情本身风险也挺大的，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一个人去咖啡厅是有点孤独，但对我来说，和有的聊的人一起去咖啡厅大于一个人去咖啡厅，大于跟没得聊的人去咖啡厅，所以主要得看一起去的那个人是谁。等级4，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看电影不是很正常。但是说实话，我以前会一个人看电影，我现在很少一个人看电影，因为我感觉没什么电影是不能在家看的。电影院对我来说唯一的吸引力只有爆米花。等级5，一个人去吃火锅。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干过，我是干过的。我一个人去吃过海底捞，然后海底捞店员在对面给我摆了一只小熊陪我吃饭，其实感觉还不错。海底捞不是4宫格吗？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2宫格，所有的食物你就点半份，然后也不用考虑别人有什么忌口，你想点鸭肠你就点鸭肠，想点内脏你就点内脏，爽吃。等级6在你们那边怎么比的？中国是这样，之前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日语也不好，然后有个人要跟我说6，他就这样跟我说666，我说这啥意思？原来这是6的意思，因为是5加1，然后这是6、7、8。为什么我的手指头在镜头里面显得这么短？等级7。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在剪辑的我突然发现，由于我太过于注意我的手指为什么这么短，所以我忘记说等级6了。我现在来补录。等级6，一个人去 KTV， 在我的个人排行榜里面，我觉得他应该排到等级-100，因为一个人去 KTV 对我来说是一个刚需。因为听歌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每一个人喜欢的歌都不一样。就比方说，我想唱快乐崇拜，他想唱倒带，这怎么唱得到一起去吗？我不是说倒带不好的意思啊，这只是举个例子，我自己也唱倒带。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我每次去 KTV 其实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去的，因为一首歌如果某一句歌词我唱不对调，我就会一直练习。这事儿其实挺羞耻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学习唱歌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首歌要一直唱一直练习，所以呢，我更倾向于一个人去 KTV 练习唱歌。让我们回到刚才的影片。等级7，一个人去看海。写信告诉我，看海 of course， 主播当然一个人看过海。我不仅一个人看过白天的海，傍晚的海，我还一个人看过晚上的海。主播这一匹孤狼，这个等级表难不倒我，好不好？等级8，
一个人去游乐园。那么经常一个人去游乐园的小伙伴一定知道一个人去游乐园究竟有多爽。这就是性孤独的感觉吗？这就是单身的感觉吗？我之前一个人去了大阪环球影城，我一大早一进去我就冲到任天堂那个区去了，我就排单人快速通道，所以我喜欢那个项目我就玩了2遍。但是一个人去游乐园爽也就只爽在可以排单人通道了，因为我也是体会过跟朋友一起去游乐园，我感觉相比之下，说真心话，我还是觉得游乐园这种东西还是得跟朋友一起去，因为你跟朋友一起去的话呢，排队的时候有人唠嗑，不然你一个人去排队的时候只能玩手机，然后手机就很容易没电，然后没电了你就要去找充电宝，充电宝用完你还要去还充电宝，所以条件允许的话，主播推荐大家呢最好还是跟朋友一起去游乐园，比较省电。等级9，一个人搬家。写这个表的人，说实话，我现在感觉他有点东西，因为确实是难度上来了。一个人搬家呢，确实是有点孤独。我说实话，主播这辈子搬过大大小小好多家，我一共搬过1次、2次。我这辈子至少搬过12次家，朋友们，短短30年人生，我竟然搬过这么多家，真是好苦难的人生。我自己也有一些震撼，我真的好爱搬家。这个等级9确实是还挺孤独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等级10，最高等级孤独是什么？一个人去做手术。屏幕前的各位有一个人做过手术吗？那么主播呢？当然一个人做过手术，没错，主播竟然一个人做过手术，实在是太令人伤心了。什么手术呢？整容手术。那整容手术我当然要一个人偷偷去做了，不然我让别人都知道我整过容吗？没错，向大家坦白一下，主播呢整过容，给大家看一下主播的脸。大家猜一下主播整了哪里？主播呢嘎过眼袋，那个手术是咋做呢？就是从你的眼睛里面这里割一个口，从这个口把多余的脂肪取出来。这个眼袋手术做完我就后悔了，后悔没早做。我还是很满意这个手术的。这个手术我是在日本做的，日本这个手术跟中国还不太一样，中国国内一般做这个手术都是局部麻醉，你们知道吗？很恐怖，就是你要在一个清醒的状态下被人这样子扒开眼睛往里打针打麻药，但是在日本这个手术是静脉麻醉的，是全麻的，眼睛一闭一睁手术就做完了。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手术的情况，超有意思。就我去了之后躺在那个手术台上要注射静脉麻醉，护士小姐姐就跟我说不要紧张，有的人对这个东西耐受性比较强，有的人对这个耐受性比较差，就像有的人osake ni tsuyoii，有的人osake ni yowai。我就说那你看看我是osake ni yowai还是tsuyoii。我说完这句话，下一秒意识直接就断片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下一章。醒来，我就感觉我在一个隧道里面穿梭，隧道越来越亮。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麻醉醒了，然后我就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说话，我就听到那个护士就在说然后那个医生说給料も高いし，然后我说給料什么 Q 料跟钱有关的话题我也想听，然后我就超想说话，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的眼睛正在操作什么东西，酸酸的拉扯的感觉，然后我就说一代，他俩听到我发出声音，他俩就不唠了，疼痛的感觉就从零逐渐的变得清晰了起来，但也不是那么疼，只是有一点点疼，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感觉到这一点点痛，我就很想叫出来，就是我感觉麻醉好像会让人说话不过脑子，就是你心里想什么立刻就会特别想说出来，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医生用一种营业式的超温柔的语气跟我说痛いですよね、もう少し我慢してすぐに終わりますよ，就跟他们俩刚才唠嗑语气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全麻就是有一种睡得很香的感觉。 OK， 那么以上就是主播本人的国际孤独等级表测试结果。那么很明显在孤独这一块呢，主播遥遥领先，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排第几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大家的孤独体验。说实话，我觉得孤独不是什么坏事，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我觉得能真正享受孤独的人才能真正的享受人生。